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去讨个债，结果却成了送钱的。当向腾辉找到这些孩子时，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这些孩子都来自极度贫困的家庭，有些孩子的父母早已不在身边，他们住在破败的土坯房里，家徒四壁。其中一幕特别令人心碎。向腾辉来到苏木和马虎的家里，只见到他们瘫痪在床的姐姐。他是哪个？姐姐一开始以为是弟弟惹祸了，向腾辉是来要钱的。他的手几度微微地拉了下盖住下半身的被子，这样微妙的暗示折射出他们最深重的生活之苦。向腾辉原本是来要账的，但看到这般景象，他怎么也开不了口。善良的他不仅没有要债，反而谎称苏木和马虎在他那里打工，他是来送工钱的，从钱包里掏出钱来放在窗台上就走了。这一刻，向腾辉内心深处的善良被彻底唤醒。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已经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些孩子。特别是看到苏木姐姐的状况，他于心不忍，带着孩子们重新回到俱乐部，并决定带着他们一起赚钱。为了生存，向腾辉找到了新的出路。他与一家娱乐会所老板达成合作，老板提供场地，俱乐部提供格斗表演。然而第一场表演就充满了戏剧性。他们一开始只是在表演打架，直到发现只有真打才能换来活下去的资本。这场戏里是假打，戏外却是真实的生命挣扎。孩子们因缺乏假打经验，被台下的观众一眼看出是假打。打的啥子嘛，假没假呀？简直没得意思。向腾辉只得冲到八角笼边提醒孩子们拿出气势，却不料孩子们被带偏，竟真的打斗起来。拳拳到肉的真实格斗反而赢得了满堂彩。表演结束后，向腾辉带着伤痕累累的孩子们去洗脚。苏木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脚，对着向腾辉说：“他也想拿冠军，想像腾辉一样，告诉姐姐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”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向腾辉。他看着苏木的脚，第二天默默地去给孩子买了新鞋。也从那一刻起，他开始真正思考，或许格斗不只是表演，而是这些孩子真正的出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腾辉俱乐部在向腾辉的带领下渐渐走上了正轨。他们的格斗表演越来越受欢迎，甚至吸引了省城老板的注意，邀请他们前往省城表演。然而这也引来了麻烦。向腾辉之前求着和会所老板合作，现在又突然变换合作对象的行为，令会所老板极为不满。在省城的第一场表演就遭人眼红，被一群社会混混砸了场子。向腾辉的好友王凤主动掩护大家逃走，也因聚众斗殴被抓。这次事件反而成了俱乐部转型的契机。王凤在狱中鼓励向腾辉认认真真的做格斗，并指出向腾辉只是嘴硬，其实内心早已萌动了教孩子们真本事的想法。在王凤的鼓励下，向腾辉终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他卖掉了沙场，在省城正式成立了格斗俱乐部，开始认真教孩子们格斗技巧。也正是在那一年，苏木和马虎获得了格斗比赛预选赛冠军，腾辉俱乐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，招收了很多热爱格斗的孩子。然而就在一切看似步入正轨时，危机却在悄然降临。向腾辉一直想要为孩子们争取到上学的机会，希望他们能够拿到学历学位证，但由于无法负担学校要求的高昂戒毒费，只能将此事一拖再拖。经过多方寻找，他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免掉戒毒费的私立学校，但对方却又提出希望他能出资200万元翻修操场。面对这天文数字，向腾辉只能拒绝。我又想不出啥子话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。200万。